天爷，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生一口气也是命，总不能看着你死。连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。谁是徐媛媛？我是，官爷找民女有何事？传皇后娘娘口谕，宣徐媛媛入宫，任太子伴读。官爷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书都没读过几天，什么都不会啊。我只会包馄饨。哦，那就教太子包馄饨吧。徐家丫头，收了你的钱，我本不该多说，但我提醒你一句，别给自己惹麻烦。你看里面那个娘们儿，细皮嫩肉的，身上都是绫罗绸缎，手上随便一个镯子，说不定都能买咱们一条街。遭了这么大的难，身上钱财都没丢，肯定是惹事儿了。多谢林大夫提醒。天老爷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？比我堂屋挂着的观世音娘娘还好看。林大夫，您这儿有没有旧衣裳？我想给那个贵人换上，她穿的那身实在是太扎眼了。周香的衣服你拿出来一件不就行了，还非要费这个劲儿。前几日我爹带着周姨还有小弟小妹走亲戚了，他不在，我动他的东西不好。拿着。谢谢林大夫。喂了好几天的药，为何还没醒来？姐，你的馄饨摊怎么没开啊？听人说你都关门好几天了。姐，这是谁？咱们又不是什么富裕人家，你捡个叫花子回来干什么？叫花子？是啊，林大夫说你捡个叫花子回来。咋这么好看？就是看到人在外面躺着受了伤，要不带回来肯定没活头。受了伤？那你请那个林大夫花了多少钱？5两银子！徐媛媛，你胆子大了！你一个月卖馄饨都挣不了2两银子，竟然花5两银子给一个叫花子请大夫，作孽呀！周姨，我花的是自己的钱，以后肯定能赚回来的。什么破药，能花5两银子？林翠花那个女人肯定老毛病又犯了，看你年纪小坑骗你。我去找她算账。姐，这个婶子醒了。你们先出去玩，别在这儿闹。婶子，你放心，你的东西我都没动。我们不是什么富贵人家，怕惹出什么事，就给你换上普通的衣裳了。多谢小姑娘。你该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
很好喝，谢谢你。我姓郑。婶子，这我可不能要。都10几年邻居了，林翠花还坑你，3两银子的药收了你5两，我给你要回来了。好像不止3两银子。姐，剩下2两是娘给你补上的，说家里花钱不让你出，你的钱自己存着，还有1两是老爷给的零花钱，我和小弟都有，老爷让娘捎回来的，新衣裳也带回来了。不过老爷给你带的点心让我吃了，姐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馋了。怪不得你非要跟着过来，原来是把你姐的东西都偷吃了。娘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偷吃了。圆圆，你后娘对你还挺好的。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，也就你这丫头爱干。嘴硬心软。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干净的布条给我。来了。婶子，您这哪是干这种粗活的命？要是您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帮我包馄饨吧，这活不累，一翻一拧就行。好，我生病这段时间没少吃你的馄饨，你这手艺比我吃过的所有的馄饨都好吃。姐，这婶子是哪里来的？要在咱们家住多久啊？逃难来的，也是个苦命人，先住着吧。拿去玩吧，别在屋里闹。圆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5了。15了，那你家里面可曾给你定过亲？听说民间的女子大都早嫁。周姨说成亲早不好，身子还没长好就给人家做媳妇太受罪了，说多留我2年。你这位后娘倒是个通透人。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爷，带什么宝贝了？都有。哼，来，圆圆的是梅花，萍萍的是桃花。姐，你平常又不爱打扮，每天在摊上烟熏火燎的，这梅花带了也白带。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徐萍萍，你胆儿肥了，还给你姐。说好了1人1个，就算你姐不带，那也是她的东西。萍萍听话，还给你姐。这位是？这就是圆圆捡回来那个，好悬没把家底赔光。圆圆真是个好孩子，都会救人了。咱家丫头有出息。阿香，这批粽子熟了，先给圆圆和贵人尝尝。就你嘴馋，大锤萍萍，别蹲在那儿斗蛐蛐了，过来洗手。圆圆，你看这安字，屋檐下有女子，方为安。屋檐下有家人，有周姨和爹，圆圆才觉得心安。官府办差，所有人立在原地，敢乱动者，按叛贼论处。清河镇徐家村，徐大山、徐大锤。军爷，这不对呀！年头我们刚交过免役钱，官府白纸黑字写着，今年不用征兵。年头是年头，现在是现在，朝廷马上要打仗了，刚下的敕令，谁敢抗旨？可我家大锤才10岁啊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名册上怎么会有他的名字？10岁？哼，敕令改了，超过10岁就得当兵。你家这小子昨日刚过的10岁生日吧？这叫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抓的就是他。带走！谁敢阻拦，按逃兵论处，就地格杀！不行，你们不能带走他们，大锤连刀都拿不动啊！带走！放开我爹！回去，别出来！走！大山，大锤！
阿香，回去吧，别追了，照顾好俩丫头，我们爷俩命硬，没事的。周姨，您哭了一整天了，好歹吃一口，身子垮了，谁等爹和大锤回来？圆圆，你听好了，这2天千万别带那个郑娘娘出门，外面兵荒马乱，到处抓壮丁，不安全。今天我推你回屋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怕你把她也带出来了。她那通身的气质，哪像个落难的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。我是怕她身份特殊，再牵扯出什么祸事来。你藏在床底下那包东西，我收拾屋子时看见了。原来周姨早就知道了，她只是一直在装糊涂。让她走吧，咱们家这种小门小户，经不起大折腾了。你爹和小弟现在生死未卜，家里绝不能再出任何岔子。周姨，别说了，这事儿没商量，让她走。坏了，字认得我，我不认得字啊！你们咋回来了？是不是逃出来的？这可是要杀头的。没逃，是军营里突然来了个贵人，官威大得很，说不许强制征兵，不合规矩的都放了。谢天谢地，菩萨保佑啊！姐，你说那个贵人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，说不定是个什么了不得的厉害人物呢。哎呦，周娘子，圆圆这丫头又能干又俊俏，那想提亲的都快把门槛踩烂了，你倒是松个口啊！不急，圆圆还得帮衬家里2年呢，哪能这么早放人？谁是徐圆圆？谁是徐圆圆？官爷辛苦，您找我家圆圆，可是有什么官务上的误会？皇后娘娘谕旨，召徐圆圆进宫做太子的伴读。伴读？官爷您莫不是开玩笑？圆圆就是个卖馄饨的。你就是徐圆圆吧？倪女士。行了，这天大的福气砸你头上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跟咱家进宫吧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包馄饨。哦，那就进宫教太子包馄饨吧。啊，这太监是个骗子吧？教太子包馄饨，那可是太子啊！官爷，是不是我家这丫头惹了什么祸？她年纪还小不懂事，有什么事找我这个当爹的，我替她担。别抓我姐！撒开！再哭丧，咱家就按抗旨惩处。哼！官爷息怒，既然是娘娘要人，咱这小门小户自然不敢不去。只是这去的匆忙，总得让孩子收拾出行囊，全家老小告个别。要不，官爷先进屋歇歇脚，喝口热茶。圆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你爹小弟小妹扶起来，带去东屋收拾东西。周姨这是要支开我？难道她是想让我趁乱逃跑？姐，娘是不是真要送你走啊？进宫了是不是就再也回不来了？像隔壁王婶说的那样，关进高墙就没命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袁丫头进火坑，我跟他们拼了！爹，您冷静点儿。周姨支开我们肯定有她的主意，咱们现在出去就是送死，先等着。爹，您先坐下。周姨既然让咱们在屋里待着，肯定有她的法子。咱们现在出去乱了套，反而害了她。进宫不进宫，也不是周姨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再说了，我身正不怕影子闲，我又没干过亏心事儿，就算真进了宫，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傻丫头，别哭了，我要是真回不来了，这间大屋子就留给你。你不是早就馋我这屋子又宽敞又亮堂吗？姐，我不要屋子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在家。阿香，阿香，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官爷们说刚才认错了人，已经走了。都散了散了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别在这杵着。认错人？哪有这种巧合？周姨眼眶红红的，
肯定是刚才拼了老命才把官差打发走的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圆圆，拿着钱带他们去街上多买点好吃的鸭精，今天咱家吃顿好的。姐，快点，我要吃那个糖花。掌柜的，给我割块上好的五花肉，再要2只肥烧鸡，这条鱼也要了。吃吧，今天管够。徐姑娘，快瞧瞧，刚从苏杭进的一批新花色。姐，爹给的押金钱刚才不是都花光了吗？姐自己攒了钱，你看上哪块自己挑。大锤，你怎么不进去？娘说不让我们乱花姐的钱，说姐起早贪黑卖馄饨赚钱不容易。傻孩子，给家里人买衣服哪叫乱花钱？去选块你喜欢的花色。姐，我就要这个，这个最便宜。这不磨肉不行。掌柜，要这匹，再把那块亮蓝的给小妹，暗紫的给周姨，还有这块玄色的给爹，都包上。你这死丫头，有点钱就烧得慌，又乱花钱。赚钱就是用来花的。我刚做好饭，咱们一家人今天好好吃一顿。还是家里的饭好吃。他爹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慌。那郑娘子，我看她伤快好了，怕她身份太高贵，给咱家招祸，才硬着心肠让她走的。你说她走的时候那个样，以后不会记恨咱吧？你也是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睡吧，菩萨会保佑的。我也想他了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。我知道，周姨只是为这个家着想，只希望贵人好好的。姐，外面那个人好奇怪啊，盯着我们这里看了半天了也不进来。穿的倒像个正经人，怕不是兜里一个大子儿都没有，拉不下脸来吃白食。小哥，饿了吧？进来吃碗馄饨，暖暖身子。今日收摊了，这碗不要钱。天老爷，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好看的人，像玉人似的？姐，眼珠子都要掉锅里啦，快端上去，馄饨都要烂啦。谢谢。小哥，你是落了难来投亲的吗？不是落了难。那是出了什么事？就算人真的落了难，也不会承认。我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圆圆，萍萍，回家吃团圆饭喽！丫头，看啥呢？魂儿都飞了。完了，光顾着看脸，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，以后还能见到他吗？这人怎么又来了？瞧这眼神，莫不是又没钱吃饭了？徐姑娘，在下叨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姓徐？听那边的船江提过，说这江边有个心地极好的徐姑娘。这雨越下越紧，快吃碗馄饨暖暖身子吧，别冻坏了。多谢徐姑娘。徐姑娘莫要拘谨，在下虽看着有些年岁，实则虚长你2岁罢了。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是有亲戚在这儿吗？家道中落，本想来投奔亲戚，谁知亲戚早就搬走了，一时倒没了落脚的地方。果然是落了难。徐姑娘，在下姓唐，家中排行第3，你换我3郎即可。唐？那可是国姓啊！你跟皇族是本家，怎么混得连碗馄饨都吃不起了？我可没说吃不起，这都是徐姑娘先入为主的念头。都说了不要钱，你真觉得过意不去，就多陪我说说话。这雨天生意冷清，憋得慌。好。
此后的第3日、第4日也是如此。他来了，我便开心。这可真不是人干的活。姐，你绝对猜不到隔壁新搬来的邻居是谁？不知道。是那天在摊子上吃白饭的那个。冒冒失失的，没看见你姐正练手艺呢。去，上厨房找食去，别在这吓唬人。他搬到隔壁了。说是报答那4碗馄饨的情谊，可瞧他这架势，哪是打杂，倒像是视察。三哥，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干活的人，打杂的事情别干了。干粗活，我确实不太擅长。要不这样，圆圆，我教你读书识字，或者教你2招防身的拳脚。那你教我认字吧，我正好有封贵人留下的信看不明白。至于读书就算了，我这辈子就想卖好我的馄饨，没什么大志向。好，听你的。这是江，江水的江。江水的江，是我们面前的江水。圆圆说的真对。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原来是告别的话。长本事了你，竟敢给我逃学！老娘砸锅卖铁供你读书，你居然跑去跟人掐架！站住！看我不抽断你的腿！长本事了，敢逃学去打架！老娘省吃俭用供你，你倒好，把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。娘，我真不喜欢读书，那些字认得我，我不认得他。要不我不……你不读？你不读去喝西北风啊？你这没出息的！哎呦，周姨，您消消气，为了这皮猴气坏身子不值当。周姨，气大伤身。大锤，快下来给周姨认个错。我不，我下去娘非把我腿抽断不可。周姨真会。周姨，人各有所长，我看大锤这身手敏捷，目光如注，或许真不是坐冷板凳读书的料，倒是块学武的好苗子。对，三哥懂我，我不想读书，我想去当兵，保家卫国，以后给咱家挣个大将军回来。当兵？战场上刀剑无眼，那是拿命开玩笑。你要当兵，我现在就先把这树砍了，再把你腿剁了。我不管，老娘就你一个儿子，你出事了我不活了。周姨，使不得，大锤就是小孩子心性，随口胡说的。姐，我不是胡说，我就是要去当兵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圆圆，带周姨出去透透气，这里交给我。周姨，走，正好钱攒够了，您陪我去钱庄把这些铜板换了，咱不理这臭小子。圆圆，你跟那个唐三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没怎么回事，就是普通朋友。你可别犯糊涂，喜欢什么小白脸。那孩子来路不明，要是他家里太穷太乱，我绝不让你嫁过去受罪。不过这三郎人品倒还行，你要是真稀罕他，等他亲戚找不着了，招个上门女婿也不错。这事儿得考量考量，等你爹回来，我得跟他好好合计合计。哎呀，周姨，您乱说什么呢？我不理你了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三哥都教训过我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。知道错了，就在这儿跪一个时辰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逃学。三哥，你到底跟大锤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那皮猴子居然肯乖乖回私塾了。
很简单，跟他打了一架。啊，你跟他动手？那小子觉得自己拳头硬，我就让他长长见识。我告诉他，打不赢我就没资格谈当兵，而且想当将军可不光靠蛮力，兵法、舆图大字不识一个，那是睁眼瞎。他那一副文弱书生的皮囊下，竟然藏着这么利落的身手。圆圆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如果我有事瞒着你，你会生气吗？自然会生气，我最讨厌骗子了。老板娘，来2碗热馄饨。好嘞，稍等啊。虽然总叫他歇着，但他这手脚倒是越来越利索了，干起活来还真像那么回事。都滚远点！这生意今天别做了。钱掌柜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钱掌柜，根据大诏令，无故闹事者监禁半月，损坏财物者罪责加倍。您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过来欺负一个姑娘家，就不怕吃官司吗？少跟我扯官法，这些都是你这几个月去我那儿换的钱，上头验货才发现全是假的。你说你一个小姑娘，心怎么这么黑？你竟敢私铸假币来坑钱庄，这是伤天害理！不可能，我收的都是辛苦钱，怎么会有假？我看一下，是假的。这上面的细纹，真币圆润，假币生色，不是行家根本分辨不出来。钱掌柜，就算这钱是假的，您怎么能淡定是我出的？钱庄进进出出那么多人，您可有真凭实据证明是我徐媛媛拿来的？哼，账本、当日票据都在这儿，还有我这小厮亲眼看着你换的钱，铁证如山。这些都是你的人，自然是向着你说话。不认账是吧？给我继续砸，砸到他认账为止。徐丫头，我劝你识相点。我家大东家的堂兄的表舅的二侄子，那可是当朝尚书。你若是不赔，砸摊子事小，得罪了尚书大人，怕你全家都得吃牢饭。行了，别砸了。不就是要银子吗？我给，但你记住了，这钱不是赔的，是寄存在你那儿。这铜板到底是谁的，还没定论。这个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三哥，你疯了！这是你的贴身物。三哥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不能让你花钱。我虽然读书不多，但娘教过我，遇见了事儿得自己扛，尤其是在钱的事情上，绝不能欠人家的。这3个月生意好，赚了足足6两银子，这赔出去就是60两，不仅把我这2年赚的钱全赔个干净，连我娘留给我的钱也贴进去了。这3个月银子，连同这2年的积蓄，还有娘留下的念想，全没了。圆圆，圆圆，你快让娘看看那帮挨千刀的没伤着你哪儿吧？周姨，我攒了好2年的钱全没了。我本来想盘个铺子的，我想开1家开10家，现在全没了，现在全没了。哭出来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咱们圆圆不差这一回。没事儿，不就是钱没了，钱没了咱再挣，只要人全虚全伪的，什么坎儿过不去。
你的钱虽然赔了，但家里的账上还有你一份。放心，饿不着你，咱家日子还跟以前一样红火。放心，天塌不下来。姐，你别难过了，以后我的果子都分给你吃，我那份零花钱也给你。傻丫头，姐哪能要你的？周姨，大锤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跟谁打架了？萍萍，去请林大夫，快去！请什么大夫？请什么大夫？花那劳什子钱干啥？我这就是扭了腰，大锤那是皮外伤，养养就……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傻呀？那是尚书家的亲戚，是咱们能硬碰硬的吗？老娘就是气不过，那可是你起早贪黑卖馄饨攒下的血汗钱，凭什么给那帮黑心干的？周香，你多大的人了，要钱不要命，这回也就是皮肉伤，下回人命搭进去，看你找谁哭。姓林的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，说我要钱不要命，你还不是贪钱的很，给人看病坑人家的钱。咱们10几年老邻居，你上回还坑圆圆，有你这样做邻居的吗？来，林大夫，诊费还没给呢。不要了，我现在改邪归正了，行了吧？拿着，说了不收。圆圆，这几天怎么没见着那个唐三郎？三哥说他去外地寻亲戚办事了，可能还没回来。那孩子平常瞧着挺靠谱，怎么一出事就没影了？该不会是见你没钱了吓跑了吧？难道是我真看走眼了？这家里是怎么了？遭贼了还是遇匪了？前几天钱掌柜，家里的活儿都交给我，你就安心卧床休息。圆圆嘴上说没事，心里指不定多难受呢。咱们做父母的，得趁这2年多攒点儿，多为孩子打算打算。已经守了整整3天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阿桃，是我。你可算来了，我都等你好半天了。老爷，你前儿说给我办生辰，可不许哄我。我听说城西的李老爷家姨太太生辰，摆了10桌酒，还请了戏班子呢。你放心，咱阿桃的生辰怎么能比别人差？我都安排妥当了，定让你风风光光的。真的？那得花不少银子吧？我听说戏班子1天就要好几两，还有那些酒水菜色，再加上给我做新衣裳、打首饰。银子的事儿你不用管，咱不差钱。钱儿我从铺子里周转了些，再加上这几个月的红利，都给你办生辰用，保准让你长脸。掌柜的对我真好，不像你家那个黄脸婆，只会守着铺子抠抠搜搜，哪里懂疼人。小声点儿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要是被人听见，传到那人耳朵里，非闹翻天不可。你放心，我心里只有你。等过些日子，我再给你添些摆件，把这院子再修整修整，让你住得更舒心。我就知道掌柜的最疼我，那我就等着我的生辰大礼啦。拿着我家外命的钱养外室过生辰，钱掌柜，你的尾巴总算让我抓到了。
靠老婆起家还敢吃里扒外，钱掌柜，这回看谁掀了谁的屋顶！捆了，拉到街上去，让街坊邻居都瞧瞧这对不要脸的人！把这胡妹子的院子给我砸了，片瓦不留！钱掌柜，你私吞钱庄公款，挪用红利，还伪造账目，证据确凿。从今日起，你被钱庄开除了，我们会立刻清点账目，追究你的罪责。不可能，你们没有证据。证据都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哼，这些年你贪的每一笔银子，做的每一笔黑账，我们都查得一清二楚。那钱掌柜真是活该，养外室还贪银子。可不是嘛，钱夫人做得对，就该让她丢人现眼。听说钱庄查出来好多黑账，这钱掌柜怕是要蹲大牢喽。爽，真是咎由自取。我知道那封信是你写的，不必惊讶，我让人查过了，你的字迹虽乱，但目的很准。钱穆那次是坑了你的银子，不过你送来的铜板里面确实有1两是假的，这50两是你赔冤了的，这10两是补给周姨和大锤的药钱，还有砸坏你摊子的赔偿。许娘子，这万万使不得！坏事是钱穆干的，你是被他蒙蔽了，怎么能让你贴钱？再说了，也用不了这么多。钱庄名义上是在我名下，他仗着钱庄的事欺负你，自然跟我也脱不了干系。况且假一赔10这规矩是我定的，我既然查实了，该给的1分都不能少。您才是钱庄真正的东家。圆圆，这钱是你凭本事拿回来的，你自己收着，家里不用你补贴。那馄饨摊儿，你还打算继续支起来吗？周姨，卖馄饨1个月死累活也就挣2两。我想好了，不如直接盘个正经铺子，把生意做大了，钱才能生钱。行，只要你有主意，爹头一个支持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姐，你听我的，先盘个临街的店面，等生意红火了，咱们不仅卖馄饨，烧鸡、熏鱼，统统摆上桌。找厨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这一片哪家大师傅手艺地道，我门儿清。到时候说不定你真能在这京城开启一个响当当的大酒楼。你这小丫头，胃口比我的还大，真是太敢想了。来，这边坐。慢用啊。三哥，圆圆，我那会儿看见……好了，回家，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。圆圆，三哥，圆圆，对不起，我之前突然离开没跟你打招呼，临时有急事，走得太仓促了。三哥，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这是奏折。这就是之前坑我的那个假币案，幕后黑手是当朝尚书，罪魁祸首已经抓到了。所以你来这儿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吗？案子结了，你是不是就要走了？不全是，离家办事前，我娘曾叮嘱我，让我来这江边看一位姑娘。她说，她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世间顶好的姑娘，想让我把人带回家当媳妇。好姑娘，原来她心里早就有她娘定下的人了。既然你娘给你定好了，那你见到她了吗？见到了。
圆圆，我见到了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太晚了，我先回家了。大黄，快走！圆圆，我这次来是和你告别的，我要去打仗了。作孽啊！大锤这个没良心的，他才多大啊！爹娘、大姐、二姐，我跟着姐夫一起去打仗做将军了，别担心我。这个混小子，老子找遍了都没影儿，等他回来，我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！百万蛮夷口官，大招这次怕是悬了。太子殿下亲征，这可是拼国运的仗啊！姐，你猜我看见谁了？慢点说，你看见了谁？是三哥，那个穿着一身铠甲的太子殿下，竟然是三哥！你说谁？太子？我本来想去凑个热闹，看看太子出征的威风，结果一看，我的天爷！骑在最前面的就是天天在咱家吃馄饨的三哥。百万一族，大招危难。萍萍，看好家。姐。唐三郎，你给我站住！殿下，原地待命。三哥，大锤呢？他在哪儿？带他过来。姐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徐大锤，你长本事了！全家为了找你，快把地皮都翻过来了，你倒好，自己跑去上战场，跟我回去！姐，你轻点儿，你可别怪三哥，是我硬要缠着他过来的。他让你跟你就跟，你是他什么人？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起夜看到有人在咱家外面哭坐着，推门一看，发现竟然是三哥。三哥说他要去打仗了，想和你告别，可你那天睡得早，三哥不让叫醒你，在那儿坐了大半夜呢。那也不行，告别完了，人也见了，现在立刻跟我上驴车回家。三哥，姐夫，你劝劝我姐吧，我真的不想再回去背那些酸溜溜的诗了。我想要保家卫国，我想像你一样当大将军。你给我撒开！什么大将军？你才11岁，连刀都没摸过，就是想当兵也得等过几年长成大人。姐夫，你说话呀，你答应带我的。你乱叫什么？徐大锤，你再不撒手，我让爹打断你的腿！圆圆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照顾好大锤的，绝不会让他出事。这小子是个苗子，留在军中历练，总比关在书材里强。圆圆，他这个年纪，我不会让他冲锋陷阵，我会把他带在身边，出任亲随禁卫。可他才11岁，他懂什么叫战场吗？战场是残酷，但也是最好的磨刀骚。我会看着他，也正好让他去历练一番。姐，求你了，我这辈子就想这一回，我保证听姐夫，听三哥的话。成，得嘞！这个没良心的，一句话都没留给家里，我回去怎么跟周幼仪交代？怎么跟爹交代啊？圆圆，对不起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不是故意隐瞒身份，只是那时我不知该如何开口。我是大昭太子唐应之，还有你上次救下的那位正娘子，是我娘大昭皇后。原来她是皇后。既然你是太子，她是皇后，那我问你，三哥，我们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？此战胜，我必以10里红妆凤冠霞卞回来娶你。殿下，该启程了。
圆圆，等我。唐三郎，这事儿还没完，等你回来了再说。好，等我回来，随你发落。人呢？接回来了吗？大锤那混小子呢？跟着三哥从军去了。周姨，爹，三哥就是大昭太子唐嫣之，大锤跟着他出不了大事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就全对上了。周姨，您早知道了？还记得当初那个接你进宫的老太监吗？他来的时候，我就猜到那正娘子身份不一般。我当时想，宫墙深深，吃人不吐骨头，咱普通人家的姑娘哪受得了那个委屈？我就把正娘子留下的东西亮出来，这才没让你进宫。谁成想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这是缘分，躲不过啊。你慢慢想，想清楚了再做打算。本以为这仗打个1年半载就到头了，谁知这一等就是整整5年。圆圆，这月的红利翻了2番，咱徐家在京城总算扎下根了。这几年难关不少，要是没您和爹撑着，这酒楼早被对面那家给击垮了。5年了，也不知道那2个没良心的是死是活。酒楼的经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最难的一次，差点被其他酒楼赶出皇城。徐老板，早跟你说过，这皇城的饭不是谁都能吃的。馄饨摊的小丫头也想开大酒楼，这下赔个精光，卷铺盖滚回江边吧。所有的积蓄，5年的心血，就这样没了，我不甘心。这些钱够你把酒楼重新翻修，招兵买马。徐掌柜，你疯了！他已经倾家荡产了。若是成，这酒楼我占3成；若是不成，就当是我许娘子这辈子看错了人。敢不敢赌？我敢。我知道我不是自己一个人，周姨、爹、小妹都会帮我。圆圆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娘子谬赞了，圆圆不过是想活下去。活下去，这3个字，在这皇城里最难。当年废后的风波闹得满城风雨，皇帝执意立贵妃，若不是遭了那场难，我也救不到这位主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宫外难，我在宫里，也不容易。我回宫后只用了2个月，2个月便将那贵妃在朝中经营10年的羽翼一片一片拔了个干净。2个月？那这些年，贵妃绝非等闲之辈，与她在这后宫里斗，稍有差池便是万丈深渊。我幸前些日子皇上的身子彻底垮了，我已请旨将贵妃母子即刻赶往封地，永世不得进京。原来这富贵皇城背后的日子，竟是踩着骨头往上爬。圆圆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在等殷之回来？我怕情深缘浅，我怕夫妻离心，我怕宫墙深深，我更怕自己变成一个空壳，变成太子妃亦或是皇后这些依托于夫君的荣耀而生活的人。不必急着给我答案，这仗总还要打些时日，你有的是时间想清楚。才16，急着投胎啊，嫁这么早，在家里当大小姐不好吗？非得去伺候那一大家子。周姨，您这嘴都念到一早上了，萍萍嫁得近，抬脚就能回来蹭饭，您怕什么？这是徐记酒楼1成的红利契约，我给萍萍添的嫁妆。疯了你！那是你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，给她这么多干什么？萍萍没那个命，拿不动。周姨，我亲娘走得早，这些年您把我当亲闺女疼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您不让我报答您，
就让我对萍萍好这一回，成吗？萍萍，过来。你姐给的是她的心意，你也不小了，收下吧。瞧见没？那是徐老板，京城数一数二的女强人。可惜啊，20好几了还没嫁，成了老姑娘喽。有钱有什么用？女人不嫁人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圆圆啊，你这婚事……那是咱家那个小兔崽子。爹娘大姐，我回来了。你个没良心的兔崽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一走就是5年，信也没几发。你知不知道老娘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我天天求神告佛，生怕你死在外面没人收尸。娘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当将军了，立了功，以后能让你享清福了。回来就好。圆圆，快去让大师师傅做几道大锤爱吃的，咱家今天过年。哟，大锤回来了，快瞧瞧我带什么好东西了！京城醉仙居的陈年花椒。哎，你们刚才瞧见没？巷口外头那是谁家要提亲啊？好家伙，那聘礼红绸飘的满街都是，一台一台往里抬，把整条巷子都给堵死了。爹，周姨，我出去一下。姐，这时候外面人挤人的，到处是官兵开路，你回头再去呗。吃你的吧！就你张嘴了，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这阵仗是太子殿下在求亲吧？谁家姑娘这么大福气？这哪是提亲，这是要把国库都搬开吧？5年前，他还是个在摊子上吃馄饨的三郎，现在他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太子。圆圆，我回来娶你了。三哥，圆圆，三哥，5年前我会毫不犹豫，但现在你是大昭太子，嫁给三哥我不怕，可嫁给太子，我怕。我怕以后进了宫，我的一举一动被束缚，我怕我这双包馄饨的手以后只能拿来绣那些没用的龙凤，更怕我这辈子只能活在你的影子里，再也不是徐圆圆。圆圆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你在怕那堵墙，怕那些吃人的规矩，但在我心里，这从来不是你我之间的问题。你善良、勇敢、坚毅，这天下没有谁比你更当得起太子妃之位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。就算我们成婚后，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皇宫那些事儿你不愿意做就去找女官，你还是你自己。嫁人和你做生意并不冲突的。圆圆，你嫁给我绝对不是仰仗我，相反，是我仰仗你，是我求来念来的。三哥，你让我再想想。好，我等你。圆圆，别拨弄你那没珠子的算盘了。周姨是过来人，看人不会走眼。三郎对你是真心的，他对你的心，咱全家人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可他是皇上，那是深宫。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不也是2个眼睛1个鼻子，有什么厉害的？我们圆圆是靠一勺勺馄饨、一镫镫银子，在这吃人的京城自己闯出来一片天的。现在这京城，谁见到你不客客气气喊一声徐老板？咱们自己有底气，别说做皇后，就是做王母娘娘，咱圆圆也是配得上的。哎呀，周姨，您这话说的也太过了吧？哪有人这样夸自家闺女的？简直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王婆怎么了？王婆要是卖你这么好的瓜，早发大财了。圆圆，别怕，你以后还有我和你爹，还有大锤呢。在我周香眼里，咱们圆圆就是这天底下顶顶好的姑娘，谁都比不了。圆圆啊，你想想，帝后怎么了？剥开那身龙袍凤披，那不也是2口子过日子？
只要你们两个心往一处使，力往一处发，定能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周姨，可万一……没那么多万一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以后真有过不下去的一天，你徐媛媛手里有酒楼，兜里有银子，你一个人照样能活得风生水起。更何况你身后还站着我和你爹，还有大锤那个提刀的将军，谁敢欺负你，咱全家人都是你的后盾。是啊，我有手有脚，有家人有营生，我怕什么？我不退。想通了？一步都不退。三哥既然敢求，我就敢应。我们会把日子过好的，一定会的。这登基大典才起，皇上竟还在这吹冷风。圆圆，三哥，馄饨凉了，还吃吗？吃一辈子都成。圆圆，来。圆圆，你嫁给我，是我唐延之一生之幸，我必珍之、重之、念之，不离不弃，不毁不伤。娘娘，内务府派来的女师已经在偏殿等了1个时辰了，说是要教您研习女戒和内训，好为过几日的亲彩礼做准备。告诉女师，本宫现在正算着京城30家徐群分号的上月红利，这一笔算错，就有上百个伙计领不到赏钱。书让他先留着，本宫闲了自会翻看。可这不合规矩。哪有皇后不读经史祖妻，却天天剥算盘珠子的？陛下驾到！陛下，您快劝劝娘娘吧，娘娘她……怎么，这月徐记的进项又让皇后娘娘皱眉了？三哥，你快帮我瞧瞧，这笔官话运回来的香料税收，怎么算都差了50两。内务府那帮人看账本看不明，还得我亲自来。50两，我瞧瞧。你且歇会儿，喝口水。皇上，商税改革事关重大，自古以来未闻有后妃参政之事，这成何体统？张大人，您说不合体统，可去年江浙一带因商贾偷漏税银，导致河道修缮资金短缺，决堤淹了3个县，那会儿体统在哪儿？这娘子不过一介，我是大昭的皇后，更是全天下商长的头，这税怎么收能利民，怎么减能促产，我比你们清楚。皇后的意思便是朕的意思，谁若不服，先去徐记酒楼把去年的账算清了再说。姐，你现在天天在宫里，还能亲手给我包这口虾肉馄饨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吃都堵不住你的嘴，这孩子长得像他爹，是个有实录的。姐夫，哦不，皇上真的准你天天出来巡殿，那些老夫子不嚼鞋跟。他说了，只要我开心，哪怕把这皇城拆了搭成馄饨摊子，他也给我在旁边拉凤糕。唐嫣之的情话就这样说了一辈子，也做了一辈子，我当真是一步也没退，稳稳向前，日子越过越好。皇上，正值盛世，您正当壮年，万万不可擅位啊！请皇上三思，请皇后娘娘劝谏啊！这关重百金，你接了，便是接了大昭千万百姓的生计，别让你父皇失望。儿臣定当肃醒页面，不负父皇母后教诲。你大哥主理朝政，你便替他巡狩天下，清吏治，平冤狱。儿臣领旨。父皇母后，那儿臣便去那四海八荒，把大昭的绸缎和瓷器卖到天尽头去，给大哥攒军费，给二哥修河道。
两位客官，要不要来一碗秘制馅儿，京城传回来的方子？三哥，这摊子可比我当年的差远了，皮太厚，馅儿不够鲜。那是自然，天底下哪还有比徐老板做的更好吃的馄饨？景平帝书稿记载，景平元年，上立徐氏女为后。景平16年，上禅位于楚，携后尹，夫妻数载无二。帝后育2子1女，长为君，次为臣。女承后至，航行四海。